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区块链数字资产及应用平台。那从最早的这个区块链这个概念来入手。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区块链呢？这是我对区块链的一个定义。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状态机，非常简单，没有各种复杂的什么那种技术上的这些东西，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区块链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状态机。什么是状态机呢？这就是一个状态机，在不同的状态之间，它会有各种状态的这个状态切换，能够做状态切换的，这个就是一个状态机。那如果在区块链里面的话，就是通过一些交易 （TX、transaction） 这样一些东西，去让区块上面的一些数据或者说状态的这个内容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个状态机。然后把这些交易打包到一起，放在一个区块里面，那把它们串成一个链式结构，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区块链。我们看到所谓的区块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的交易列表，一段时间内的一个交易列表，把它打包起来。然后这些交易呢，会使区块上的一些数据或者内容发生变化，这样一个状态机。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状态机呢？这要讲到中心化状态机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心化的一个状态机，一个例子。比如说银行就是一个中心化状态机，它怎么去理解？银行它的这个中心化状态机里面记录的这个状态数据，其实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这个在账上的这个余额，或者说叫存款。张三有多少钱，李四有多少钱，这就是银行这个中心化状态机所记录的这个状态数据。那它还有它状态变化的规则，规则是什么呢？比如你存钱的话，你向银行存一笔钱，就会发生一笔交易，那这笔交易就会使银行的这个大账本发生改变，会使你的这个账户的余额发生变化。那你取钱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你每个月会计算利息，它也会发生这个账目的改变，这些都是状态变化的规则。但是中心化的状态机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这个状态以及状态变化的规则，它是不公开透明的，你是看不到的。就任何一个储户，他是看不到银行里面都有多少钱，以及它是状态是怎么变化的。那如果它里面出了一定的问题的话，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些储户就倒霉了。那当然，银行它有一些国家法律的监管去管理它，它也不太可能去作恶，去擅自篡改账本。但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万一它被黑客入侵了怎么办？它不是主观要去篡改这个账本，但是黑客入侵了之后，是不是可以篡改它这个账本？另一个是说，一些比银行信用度更低的一些机构，它作为一个中心化状态机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无条件的去信任它？我想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引入我们的一个这个概念了，就是去中心化的状态机，也就是区块链系统。区块链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需要引入一个中心化的可信第三方，它就可以自发的完成任何状态数据的变更，而且是大家达成共识的，没有办法被篡改的，就是这样一套系统。好，这边是我总结的一个区块链系统的一个演进过程。最早的时候，区块链的用途就是做电子现金，这个后面会讲。那它的这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比特币。到了第二阶段的话，是叫做智能合约，它的典型代表就是以太坊。那我们说我有点大言不惭啊，说我们现在到第三个阶段，小以是智能资产平台。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08年的时候，08年年底10月份的时候，一个叫做中本聪的人，这是他的化名，一个叫做中本聪的神秘人物，然后他在一个密码学的列表里面发了一篇论文，叫做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就这样一篇论文。然后第二年，他就公布了他的这个源代码以及白皮书，并且上线了他的官方网站，并且开启了他的这个比特币的第一台矿机，让他可以开始工作。那他在第一个区块，就是创世块里面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就是那个《泰晤士报》的那个里面的一篇新闻的标题，表达了他对现有的货币体系的不满。他认为现有的货币体系不断的靠国家去增发，然后稀释就是大家持有的这个货币的这个份额，
掠夺大家的财富，这样非常不公平。所以说它的这个设计目标非常简单，它要做什么事情？第一，它会设计一种去中心化的发行机制，也就是说，货币它不希望由央行来发行，而是由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来发行，保证这个发行的总量不变，2100万比特币发完就没有了。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拿到一种通缩的货币，不会贬值的货币，它是这样一种愿景，或者说也是它的设计目标。至于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说，但是它是它的设计目标。那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话，它发明了一种叫做它使用了一种叫做工作量证明的机制，这种机制在比特币里面的话会有2种作用。第一个是它可以确保比特币这样一个分布式网络系统的一致性，可以大家达成共识，是一种共识机制。第二种的话就是它的一种货币发行机制，或者说是一种激励机制、分发机制也好。第二点，它实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叫做点对点支付，或者说是在互联网上通过点对点网络进行支付的一种方法。那在比特币之前的话，我们要进行点对点支付，除了面对面用纸钞来支付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互联网上，你要做支付，你必须通过第三方，比如说微信。你通过微信可以很方便的把钱转给你的好友，但是如果微信的服务器当掉了，你还能做吗？你就做不到了。你通过银行、网银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去转账可以，但是也是通过网银这样一个可信第三方。如果网银的这个网络当掉了，或者被黑客入侵了，你照样做不到。那有了比特币之后，它可以做到我没有任何第三方中介，我就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点对点的价值转移，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去中介，并且防止双花。那如果说没有比特币的话，所谓防止双花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点对点进行价值转移，它的载体是什么？它的载体实际上就是计算机中的信息，信息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价值不能被复制的。就我可以把一个文件发给你，但是我这里还留了一个备份。但是如果我要把一笔钱发给你的话，我这边是不可以留备份。那如果说我能够留备份的话，就可以把这笔钱发给你，再发给他，再发给另一个人，这样我就可以实现同一笔钱花费很多次。那比特币就可以阻止这样一件事情的发生，非常非常厉害。在比特币之前，我们是做不到的。第三个是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模型，或者说新的这个账户模型，叫做 UTXO 模型。是个什么概念呢？它跟银行的那个账户系统不一样。银行它会记录每一个人他有多少余额，每一个人他有多少余额，它会有一个账户列表。但是比特币里面它没有账户列表，因为你没有地方去开户，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系统，你没有一个网站去注册。那它是怎么做到记录每个人多少钱的呢？它会把每一枚比特币，它里面会记录每一枚比特币上面有2个属性状态。第一个是这一枚比特币的面额，比如说50比特币或者20比特币等等。第二个字段呢是它的拥有者，就是张三或者李四。这样的话，它只要跟踪每一枚比特币的面额和它的拥有者，它就可以记录到所有人有多少钱。然后我要使用这枚比特币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这枚比特币是属于张三的，那就需要张三这个人去做一个数字签名，构造一笔交易，然后说把这一枚比特币销毁，并且创造出一枚新的或者若干枚新的比特币，它们的面额之和与销毁的那枚比特币的面额是一致的。于是，并且在新创造出来的那些比特币上面写上新的人的名字，于是这一枚比特币的价值就被转移到了新的人的名下。这是它的这样一种转账机制，也是它的一个账户模型。没有账户列表，并且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我可以并发验证，我可以对每一个，因为它的状态很简单，就每一枚比特币的状态很简单，只有一种可以改变的顺序，就是从没有花费到已花费这样一个改变顺序，所以非常简单，它可以对任意的任意的比特币进行并发验证，可以有很高的扩展性。好，受到比特币这样一个系统的启发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与它类似的系统就诞生了。比如说这个莱特币，莱特币就很有意思，它就是 fork 了，或者说那个复制了比特币的代码，并且把它的这个工作量证明的一种算法改写了一下，于是就产生一种新的币。那狗狗币也是挺有意思的，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新，可能就图标好看一点，是一个可爱的小狗，对吧？
然后，但后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新的创新的东西，比如说 Namecoin 域名币，它的作用是说你比特币是可以进行价值转移，那我是不是可以发明一条新的链，我来做域名的转移，啊，这是一个做域名转移的。然后后面还有什么素数币啊，它把那个工作量证明的机制从计算无意义的这个 SHA-256变成了计算一个寻找大素数这样一个过程。那它在挖矿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寻找大素数，非常有意义了。那还有 Factom 是一个中文名叫公证通，是一个做数字存证的一个系统。然后比特谷是一个做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系统。然后到最后就出现了以太坊。以太坊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个叫做 Vitalik 的人，他非常年轻啊。他说：“你们这样搞了那么多链出来，每个应用什么做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搞个链，然后做一个什么算素数的搞一个链，然后做一个域名转移的搞一个链，你们一个人都搞那么多链出来，让我感觉很为难。”他说：“你们这样，我开发一个通用的区块链底层，然后在上面运行一种叫做智能合约的东西。然后你们要开发应用的话，你就基于我这个智能合约平台去开发，这样你只需要关注你的应用的业务逻辑，而不需要关注你这个底层到底是怎么通过区块链来进行这个共识啊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啊，这样的话它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区块链底层，把业务层和应用层，把应用层和底层区分开来了。你们不要每个人搞一个应用就搞一个链出来了，大家都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了。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在13年的时候就公开了，然后14年的时候7月份，他开始了他的那个 ICO， 或者说叫众筹，然后筹到了大约3万个比特币，当时的价值是1400万美金，啊，非常巨额的一个财产，然后用于开发它这样一套系统。好，那刚才我说到以太坊，它提供了一种叫做智能合约的东西。那智能合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智能合约这个概念很早就被提出来了，几乎与互联网是同一时期的出现的一种东西，是一个密码学家叫尼克萨博他提出来的。那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说智能合约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合约条款的一种计算机程序。我们签订一个合约，它用纸签的，那它的条款是需要靠人去执行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智能合约上面去签署这样一个合约的话，它的条款就由计算机程序自动帮你执行了。那举个例子，自动售货机，自动售货机就是一种自动执行合约条款的，它把每一种商品都定了一个价格，你只要把钱投进去，它就会帮你把相应的商品放出来，自动执行了这样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个问题，上次我去火车站，一罐可乐是3块钱，但最后实际上我投了4块钱，然后他都没有出饮料，我摁了那个退币的按钮，他出来2块钱，我又投了几块钱进去，发现又被吃掉了，然后反正最后我一共花了7块钱才买到那罐可乐，多花了4块钱，这什么道理呢？后来我仔细一看，那个自动售货机上面贴了一张小纸条，说请不要在8点到18点之间的那段时间来使用它，因为可能会有人恶意的堵塞那个投币孔，然后造成它不可用。那这时候说明一件事实，就是说智能合约为什么没有被在14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但是没有被广泛使用，没有被大家广泛接受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缺乏一个安全可靠的执行环境。它的执行环境如果能够被篡改的话，那这个合约条款执行的这个结果也是不可信的。但是现在区块链出现了，区块链它天生就具有不可篡改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如果我们把智能合约放在区块链这样一个平台上去执行的话，那就自动产生了一个安全可靠的执行环境，解决了智能合约的一个痛点。所以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天然是可以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好，那以太坊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总结一下。第一是它有一个分层设计，它把底层和业务层分离开来了。底层它是一个通用的区块链底层，就处理好它区块链上的一些共识算法、点对点算法，然后把应用层变成了一个智能合约平台，让大家开发自己的业务逻辑，然后放在区块链上面去运行，这样一种逻辑。第二，它的这个智能合约平台或者说脚本执行引擎是图灵完备的，跟比特币不一样，比特币它也有一套脚本执行引擎，但不是图灵完备的，所以它不能执行任意逻辑。但以太坊它可以执行任意逻辑，并且可以提供多种功能。具体提供哪些功能呢？第一是
它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数据持久化的功能。我每一个合约都有一个存储区，它可以把自己计算或者说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数据存放在这个存储区里面去，然后在下一次执行的时候还可以从里面读出来。这样就具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它可以做什么呢？第一是数据存证，如果我们有一些存证的业务的话，可以把一些数据存到区块链上面去，通过智能合约去存。第二个是它提供了一套模板去做数字资产。现在有很多基于以太坊做 ICO 或者做众筹的一些项目，它会在以太坊上面发行一些代币。那这些代币的话，实际上就是保存在这个智能合约的存储区域里面去，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说这个以太坊，它毕竟还是有点局限性。我们看，这是一辆蝙蝠侠战车，很酷。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由乐高积木搭出来的，它没有任何实战意义。它看上去很酷，但没有任何实战意义。这就是我觉得以太坊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为什么这么说？我会去解释。也就是说，以太坊它提供了一套乐高积木，你可以用这套积木搭出任何你想搭出的东西，蝙蝠侠战车也好，摩托车也好，自行车也好，大楼也好，你都可以搭出来。但是它没有办法应用到工程意义上去的这种房子或者战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真正的战车，看起来又酷，而且又具有实用性。那它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它要解决以太坊这些特点。我们总结下来，区块链虽然可以应用在方方面面，但是在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它99%的用途都是基于数字资产。数字资产，你看以太坊的官网，它所有的智能合约的这个用例里面，全都是和数字资产有关系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用积木去搭这个数字资产？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以太坊它对数字资产这样一个功能，它缺乏身份认证体系，这和它的这个设计目标有关系。因为以太坊的设计目标是讲究的一个是隐私或者说强匿名，然后去中心化，然后抗审核、抗监管这样一种设计目标，它跟比特币这个目标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没有提供一种身份认证的体系。那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稍后我会讲到。这样的话，它做数字资产，它就只能做原生代币或者说 ICO 代币，但是它不能做资产数字化，它不能把现实世界的资产数字化放到这个区块链上面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第二点是说，它的整个数字资产的这套系统是依赖于智能合约的，这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转账动作，它也要启动一套虚拟机，然后在这个虚拟机里面运行一段智能合约。这是一个非常损耗性能的过程，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转账。那如果我的这个 TPS 或者说吞吐量非常大了之后，它这个就会成为瓶颈。第三个是，由于我刚才说它的数字资产功能是依赖于它的智能合约系统，所以智能合约里面写出什么样的逻辑，它是不可控，它是不知道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统一的客户端去管理所有数字资产中的所有的业务逻辑，没有办法。这就是它的局限性。所以说，为了解决这样一种局限性的话，我们就开发了小蚁这样一个系统。它也有智能合约，跟以太坊一样，它也有智能合约，也可以跑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可以执行任意的业务逻辑。但是它还加了一层叫做数字资产层，这是一个内置的底层的功能。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这个东西就可以真正的运行起来，变成一个工程级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资产及应用平台。下面是它的这个源代码的这个地址。好，那这边的话就要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数字资产。我这边给数字资产定了很多的这个类别，其实主要就是3大类别。第一个是原生资产，也就是刚才介绍到的这个比特币也好，以太坊也好，它都会有一种随着区块链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原生的代币，比如说比特币或者以太币，或者说我们系统上的这个小蚁股和小蚁币这样一种原生资产。它是在区块链上天然形成的。那第二种的话，它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法律关系。第二种叫做凭证资产，比如说你在仓库里面有一堆货，
那仓库会给你发一个仓单，这张仓单可能是纸质的或者电子的，它是证明你在这个仓库里面存了这个货，它实际上是一种电子合同，它是一个电子凭证，这样一种资产，或者说电子发票啊、公司股权啊，这边特别举例一下公司股权。公司股权是个什么东西？它其实也是一种法律关系。比如说我现在注册一家公司，那我对这家公司出资了，我有出资证明，那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股东，所以就可以证明我有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那这张出资证明实际上就是一份电子合同，如果我们把它电子化的话，就是一份电子合同。好，然后我进行了股权的转移，我跟你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那你凭着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的话，你就可以证明你成为了这家公司的股东。那这个股权转让协议是什么呢？如果把它电子化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份电子合同。所以这些电子合同或者电子凭证，就是证明你拥有财产的一种凭证。当我们把它放到区块链上之后，它就变成了这个电子合同。第三种是叫做信用资产。什么是信用资产？信用资产它实际上就是背后以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实体的信用作为担保，让它的这个数字资产能够和现实世界的另外一种资产进行1:1兑换的一种东西。举个例子，就是你存在银行里面的钱，你存在工商银行里面的这个100块钱存进去之后，实际上你是拿着上面印有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的这张100块钱交给银行，银行收走了之后，在它的中心化数据库里面有一个大账本，账本里面在你的记录上增加了100元这样一个余额。那这100元和你存进去的这100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100元是不是等价的？你认为是等价的，是一样的，实际上并不是。如果这家银行倒闭了，但中国银行可能不会倒闭，但是假设外国的一家银行它倒闭了，那你在它账户上的这100元存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是没有办法被兑换成真正的这个人民银行发行的这100元的。那你在银行账户里面的这100元存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以那家商业银行的信用为担保发行的一种数字货币。这个数字货币记录在它的中央服务器上，然后它的信用来担保了这种数字货币和真正的人民币之间的1:1的兑换关系，你可以随时取出来，它的信用做了担保。那所以我说，信用资产它背后就是一个实体的身份，以它自己的信用做担保。如果把它放到区块链上面去的话，就是数字身份。所以我刚才说，以太坊它没有办法做资产数字化，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数字身份或者身份认证的体系。好，那接下来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生命周期，在我们区块链上它会有个生命周期。第一步是注册，因为区块链它跟现实世界的这个桥梁沟通，它是没有办法自动去完成，它没有办法去识别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资产，所以需要我们把现实世界的一些资产把它注册到区块链上面去。那注册的话，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会有2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电子合同的方式，第二种是通过数字身份的方式，通过我们一套身份认证体系，把你的这个身份放到区块链上面去。然后再以你这个身份作为信用背书来发行一种信用资产，这是注册。然后注册完了之后，区块链就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种数字资产，接下来你就可以有权利去发行这样一种资产。那注册就相当于你造一台印钞机，发行的话就相当于你启动了这台印钞机，把具体的这个钞票印出来，发行。那发行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有多种发行机制。刚才介绍过，比特币它有工作量证明机制。那工作量证明机制的话，作为比特币的一个共识机制和发行机制，但是在我们小蚁这个系统里面，我会把这套机制，就这2种机制解耦，共识归共识，发行归发行。然后我们底层的共识的话，会采用一个半占庭容错的一种算法，叫 DBFT。然后在应用层的话，在数字资产这一块，发行机制就可以被解耦出来，然后用任意的发行机制去发行你创造的这样一种数字资产，比如说工作量证明、权益证明，或者你手动分发都可以。甚至你可以写一段智能合约，让智能合约去分发。好，那有了印钞机把钱印出来之后，就是流转。流转过程的话，会有账户管理，就是你这个账户如何的健全，是由谁可以花费这个账户里面的钱，是由需要某一个人的数字签名，还是需要某几个人中的任意多少人的数字签名，多方签名也好，或者说需要一些其他的额外的条件
锁住一段时间，然后在几月几号之后才能够花这笔钱等等，这样一个账户管理，以及合约交易，我和你之间发生一笔交易，我给你钱，你给我什么东西，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条款，那自动去执行这样一个流转的过程。最后，它完成历史使命，要从区块链上被销毁。那整个生命周期里面，从注册、发行、流转到销毁，智能合约将会渗透到每一个过程中，可以控制它每一个细节。我们可以通过编程去实现它的每一个细节。注册我可以在智能合约里面去注册，然后发行我可以用智能合约去控制它的发行的这个细节以及条件以及参数等等。然后流转我也可以用智能合约去管理我的账户，去管理我的这个交易。那讲了这么多，我们如何基于小蚁这样一个系统去做开发、去做应用的开发呢？那就是我们要开发智能合约。开发智能合约的话，这里有一个智能合约的系统架构图。系统架构图我简单介绍一下，这边字也比较少，很难看清。我们小蚁智能合约和以太坊智能合约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如果你要学习以太坊的智能合约的话，你要学习一种编程语言，叫做 Solidity。那学习这个语言的话，它虽然和 JavaScript 比较相似，但是它毕竟还是改了很多内容。它为了和它的智能合约，包括整个区块链系统相结合，它修改了这个语言的很多内容。那你要去学习的话，会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我打听下来的话，可能是一般的人的话，他可能需要花费1个月到3个月左右的一个学习成本在里面。也就是说，你要开发这样一个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它的入门门槛会非常高，所以全球可能只有几千个到上万个最了不起了，可以用 Solidity 来开发智能合约的开发者，最多就是这几千个人。但是小蚁的智能合约，它和以太坊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使用你熟悉的语言来编程，比如说 C#、Java、Go、JavaScript， 你用这些常用的语言去开发小蚁的智能合约。那我们知道，这些常用的语言，它的这个社区容量是非常庞大的，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开发者和程序员，已经有这样一个大的社区了。如果我们可以支持这些语言的话，就可以吸引到这样一个大的社区里面的开发者，直接参与到小蚁的生态建设当中来。那怎么实现这一点呢？我们会开发各种语言的编译器，通过编译器把你的高级语言的源代码编译成我们在小蚁的虚拟机上可执行的这个可执行代码，或者说叫 opcode、bytecode 这样一种东西。然后编译完之后，这样一个智能合约的可执行代码就会被放到虚拟机的执行引擎里面去执行。它会有一套非常简单的基于站的指令集来执行这样一个代码。这套指令集是非常高效的，效率非常高。它没有像以太坊一样把区块链上的很多功能都提供出来，放到这个执行引擎的指令集里面去。比如说什么那个计算 gas 啊，还有什么那个看账户有多少钱啊等等，它都通过指令集提供。那我们没有提供这些指令集，我们所提供的指令集非常简单，就是逻辑运算、算术运算、指令跳转等等这样一个和其他的 CPU 类似的这些指令集所以它的移植性非常高，它甚至可以被移植到非区块链的领域里面去做一个虚拟机去使用。那以太坊肯定做不到。以太坊的话，以太坊的 EVM 它甚至不能移植到其他的区块链上面去。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除非你移植的那个区块链，它的底层架构和那个以太坊的这个底层架构非常相似，你才能够做这样一个移植。那我们这个就非常简单了，你是可以把它和 IDE 也是开发环境集成在一起，在 IDE 里面直接就可以调试你的智能合约。但是这样会不会功能上有受限呢？不会。我们在外面有一层叫做互操作服务层。这个互操作服务层，如果你把这个执行引擎看作是一个 CPU 的话，那CPU 和这个互操作服务层之间会有一条总线，连到这个互操作服务层。你在这个互操作服务层上面可以挂接不同的服务，比如说小蚁会在这样一个互操作服务层上面挂接两种外部服务。第一个是叫做账本，区块链账本。那通过这样一个账本服务的话，你智能合约可以在运行时读取到小蚁的区块链大账本上面的每一条记录、每一个区块、每一笔交易以及每一笔交易中的每一个字段，并且根据这些字段来判断或者说做出你智能合约执行的一个条件。这是在运行时可以做到的一点，这是第一个服务。
第二个服务是叫做状态存储，那这跟以太坊的状态存储是一样的，只不过以太坊它把这个状态存储的功能放到了 CPU 的指令集里面去了，那我们是把它放到了互操作服务层上面去了。你可以每一个合约可以存储自己的状态，通过这个互操作服务。那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外设的接口，然后 CPU 和外设接口之间通过一条总线连起来，这样一种结构。那是不是还可以插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插一条类似于网线的东西插到这上面去，那智能合约就可以在运行时访问互联网上的内容。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去允许智能合约去访问互联网上面的内容的话，就意味着可能每一个节点即使访问同一个地址，同一个 URL 返回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最后你们智能合约执行的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就会引入一个不一致性。那分布式系统里面如果产生这样不一致性的话，最后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了。所以我们不会去插这样一个网线这样的东西去到这个互操作服务层上面去。未来可能会提供一套确定性的、一致性的访问网络的方式。那到时候如果有成果的话，就可以把它放到上面去做一个升级。那这个升级的话是不需要对我们的这个 CPU 这一层去进行修改。那以太坊如果要做这样一层升级的话，它不得不在 CPU 这一层增加新的指令到上面去，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好，这就是我们整个智能合约执行环境的一个结构图的介绍。那开发环境的话，我们这边有开发工具，有编译器，有 IDE，然后有开发框架，然后虚拟机就是刚才介绍的执行引擎和互操作服务。那如果我们现在要着手开始开发的话，有 Visual Studio， 微软的这个 Visual Studio，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用的这个 IDE 之一，可以做这个编辑，然后编译、调试、测试等等，一套功能都在里面，并且我们把小蚁智能合约的这个功能集成到以插件的形式集成到这里面去。你可以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的插件这个管理器里面搜索 AntShares， 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叫做 AntShares Smart Contract 这样一个插件，就可以安装了。一键安装，安装完之后，你在新建项目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新的项目叫做 AntShares Smart Contract Template， 一个小蚁智能合约的一个模板。然后根据这个模板来创建小蚁智能合约的项目，创建出来就会是这个样子，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在这样一个 IDE 里面用 C# 来编程，或者你也可以用 VB， 反正 .NET 的所有的语言它都可以支持编程。然后编完之后，右键生成，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小蚁虚拟机可以执行的代码，非常方便。那目前的话，我们支持 Visual Studio， 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在 .NET 上所有的平台 Java、C++、Go、Python 以及 JavaScript 所有的平台、所有的语言，我们都会去支持。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生态。好，现在是 .NET，Java 可能会在1-2个月之后开始支持。然后，那刚才讲的是智能合约的开发。那基于智能合约的话，你可以开发一个智能合约的应用。那如果说你不想基于智能合约去开发，或者说你想扩展小蚁节点的一部分功能的话，这边有 API 和 SDK。API 的话是通过 HTTP 或者 HTTPS。然后上层的话会走一个 JSON RPC 这样一个协议。那通过这样一套 API 协议的话，你可以访问到小蚁节点上面的所有的数据，比如说它有哪些区块、哪些交易，然后交易里面的每个字段你都可以获取到。然后你可以读取这些字段，比如说你如果是一家交易所，你要做你的充值提现，那你就可以通过这样一套 API 去做。你是一个区块链浏览器，你也可以通过这样一套 API 去读取到数据，然后呈现给你的这个用户。然后你要做一些什么积分系统啊，一些什么东西啊，做一些定制化的钱包啊，那也可以通过这样一套那个 API 来做。然后第二个协议是叫做 WebSocket。那 WebSocket 协议的它非常方便，可以在那个 HTML5 里面用 JavaScript 来和其他的节点进行通信。它的底层是 WebSocket， 那它的上一层的话就是我们节点和节点之间的一个 P2P 协议。也就是说，节点和节点之间所有发送的所有的区块、所有的交易，它都会通过这样一个 P2P 协议发到你的这个浏览器上面去，你可以接收到所有的通知。相当于你可以做一个基于 HTML5 的一个节点，轻节点或者重节点都可以做。然后是 SDK， 因为你通过这个 API 的话，确实开发起来可能会有点麻烦。
那我们对常用的一些语言的话提供 SDK， 有 C#， 有 Java， 有 TypeScript， 有 Python。Python 的话是我们的一家合作的一个单位，它基于小蚁的生态进行了开发，然后开发的过程中他们是基于 Python 来做的，然后他们想，小蚁是开源的一个社区，那我们也为这个社区做一点贡献，于是就把他们的这个 Python 的这个业务逻辑抽象出来，做成了一个 SDK 这样一套东西。那 C#、Java 还有 TypeScript 那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些 SDK。如果你是使用这4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SDK 来做开发，节点的开发。最后是一些资源，小蚁的一些资源，官网，然后核心代码，然后各种 SDK 的这个源代码地址，以及文档客户端下载，然后还有我们在云服务上面会提供一些虚拟机的镜像，你可以直接在微软 Azure 或者 uCloud 上面一键创建小蚁的一个节点，创建一个小蚁的虚拟机，然后就可以运行它的这个节点。好，这个是我的二维码，大家如果对我们这个开发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加一下我的这个微信。然后今天的话，我的内容就讲到这里。然后明天的话，明天下午2点钟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会跟大家详细介绍，就是从代码的层面详细介绍如何去开发，或者说我会用几个例子去详细介绍如何基于小蚁来开发智能合约。